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。今天带来是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未来》第7季第2集。最近天气有点怪，明明是个艳阳天，却突然变成了狂风暴雨，还伴随着龙卷风。不过这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弗赖和莉拉走在雨后的街上，看见前面有一滩水，弗赖立马展现出他的绅士风度。Shall we go a trousering? Here, take my hand. 在被章鱼怪留下几百个草莓后，莉拉把它带回公司烤了。弗赖还在晾晒自己的裤子。教授发现天气异常，打算用气象气球去收集更多数据，却没想到气球带走了弗赖的裤子，那可是他的幸运裤，只要穿着它就会带来好运，并且这是他1000年来唯一的一条裤子。所有人坐着飞船去寻找，终于在一条树杈上找到了，可是，一只獾又把它带进了自己的洞穴。弗赖誓死也要拿回幸运裤，二话不说抹上菜油进了洞穴，结果当然没找到裤子，反倒自燃了，大家不得不进去救他，却在这里发现了奇怪的蚊子，洞穴内黑压压的一片，莉拉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，关键时刻弗赖让他抓住自己的手，可是你的手抹了油，别人怎么有可能抓得住呢？最后莉拉把腿给摔折了，他对弗赖说：“Look, Fry, your noble gestures keep making things worse.” 这时，约翰医生找到了幸运裤，弗赖迫不及待地穿上，獾也跑了。突然，艾米发现了一座金字塔。教授看着精致的圆盘，表示这可得带回去好好研究。为了不破坏圆盘，班德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教授研究后发现，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历法。艾米说是火星历法，恰好他正在火星上长大，懂得一点点火星文。不过这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经过叽里呱啦的翻译，他告诉大家，上面写地球将在3012年被毁灭。这个年份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原来就是今年。外面又开始变天了，天空变成了火红色。艾米还说，火星历法预言了火灾、地震、耀斑爆发，然后就是末日。教授表示，这跟气球预测结果完全一致。街上很快乱作一团，人们纷纷逃跑，公司也快速打包了所有的东西，准备逃离地球，却发现飞船打不着火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不仅是飞船，汽车也是这样。人头总统气急败坏，教授说是电磁风暴的影响，让地球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灵了。既然跑不掉，不如在最后时刻和最爱的人在一起。阳台上，莉拉和弗赖正在么么哒，艾米却跑了过来，说他们还有救。他花了5个小时又翻译了一遍火星文，发现地下那个金字塔并不是金字塔，而是一艘火箭船。他们来到船上，这个船大概能载3万人。教授觉得应该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，但很快他就变卦了。飞船正要起飞，却被一位不穿裤子的黄毛阻止。一行人被押到地宫，原来都是总统搞的鬼。他要黄毛开着飞船逃往火星，因为离得近，空间又开阔。艾米却问，只能救3万人，如何决定去留？总统觉得应该带有用的人，比如领导、科学家、医生，甚至是看门人。弗赖很有自知之明，觉得自己要留下了。总统却说，决定权不在他手上，在一台冷酷无情的选择机器那里。所有人排着队等待机器选择，班德却跑了，想来也是可笑。人类竟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台机器。轮到弗赖，他以为自己不会通过，结果 Accepted, 'cause I like his pants. Yes, my lucky pants. 看来这真是一条幸运裤。莉拉却因为已经有一个黄毛飞行员被拒收了。With all spaceships inoperable, we only need 1 spaceship pilot. 弗赖非常生气，他这么没用都能通过2次，莉拉这么优秀却1次都通过不了。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弗赖给莉拉搞了张船票，所有人都走了，除了他和班德，因为他把自己的票给了莉拉。至于照片是从他们的合照上抠下来的。当莉拉发现这一切的时候，飞船已经起飞了，他觉得这是他做过最绅士的事情，看着不完整的照片，伤心地哭泣了起来。火星上，艾米的父母对他们的到来表示非常欢迎，其实最主要是想收20美元的登陆费。黄毛说要把这里建造成第2个地球，没问题啊，不过得交20美元的建造费。表金山很快建成，总统举办隆重的庆典。为了纪念留在地球上的人，黄毛还用飞船建造了纪念碑，名为英雄。如果能离开，谁会留下当英雄？纪念碑不是用来纪念英雄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良心。这让莉拉又想起了为他牺牲的弗赖。突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是火星土著酋长。他告诉大家自己是会来拿东西的，要发生末日的不是地球，而是火星。他们留下历法是为了警告人们不要来到这里。现在距离火星毁灭还有最后的15分钟。说完就坐着飞船离开了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艾米。艾米表示，这是我的错吗？谁叫你们不动动脑子？聪明的教授这时候才注意到圆盘上的图案。Oh, what an idiot I was! And by I mean you.
The final solar flare is going to bypass Earth and strike Mars. 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惶恐不安，不去核实真假，只想到逃命，最终害的终是自己。都说谣言可怕，那是因为它伤害的是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只要有一个人相信，就会有千千万万个人相信，到那时候就不再是谣言了。一个人身体上有病还能吃好药，但心灵上的伤痛却不是药能治好的。没有了能逃命的飞船，人们只能四处逃窜。弗赖的绅士行为也变得一文不值。很快，火星被吹离了轨道，到处冒火。而地球上的弗赖和班德还在悠闲地享受生活。不一会儿，火星来到了地球身边，高楼不堪一击，被岛屿摧毁。看着近在眼前的街道，大家纷纷跳回了地球。莉拉因为腿折了，却还在火星。弗赖前去英雄救美，结果却没有成功，还害得彼此失去了一条手臂。最后还得感谢看门人的梯子。弗赖表示很抱歉，莉拉说 I can't be mad. I'm on way too many painkillers. Plus, you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yourself so I could live. I mean, you failed miserably, but you're the only person who loves me enough to try. 虽然几次三番好意都办坏事情，但最重要的是你去付出。努力不一定会有好结果，但是一定会有结果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万金难买后悔药。宁愿失败，不要后悔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和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